比死神无人机还致命。美国最新型的混血无人机首次亮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防务新闻以动力网站报道，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近日首度公开了一款新开发的无人机，它被定名为莫哈维。这款先进的无人机是由为陆军打造的 MQ-1C 灰鹰察打一体无人机发展而来的。它在相关的设计和性能方面已经做了优化，可以从简易机场滑跑、起飞和降落，用以快速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从这款先进无人机的新技来看呢，在某些方面让人联想起 OV-10野马轻型攻击侦察机。OV-10曾经在多场局部战争中亮过相，比如说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过去察打一体是有人驾驶的，当然后来发展出了普使者系列的察打一体无人机。OV-10野马这款轻型的有人驾驶的攻击侦察机用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么通用原子公司说，目前他们研发的莫哈维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可以像 OV-10野马轻型攻击直升机一样采取短距起降的方式，从野战机场起飞降落，而不需要弹射器的助飞。当然它也用不着用拦射器来拦阻，适合舰载作战任务这有意思了。明明莫哈维是为美国陆军研制的，现在它转而向美国海军推销推销的重点就在于它具有短距起降能力，可以上舰使用。那么如果它不需要弹射起飞，也不需要拦阻降落，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们部署在两栖攻击线上呢？这个恐怕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据通用原子公司说这款无人机执行舰载作战任务时，能够在不到500英尺，也就是大约152米的距离内起飞。而在重量比较轻的状态下，它可以在300到400英尺范围内降落。那么300到400英尺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91米到122米。那么这个长度也在两栖攻击舰甲板长度的范围之内。显然莫哈维一旦研发成功不但可以装备美国陆军，也有可能转身上舰，成为美国海军或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舰载察打一体无人机。莫哈维无人机有一副翼展比较大的主翼，而且主翼上还配备有高升力的紧翼装置。它的动力系统是一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研发的450马力的涡桨发动机。这个动力系统可以说和死神无人机相比要相对小一点，但是对莫哈维这款无人机来讲基本够用，因为它不是用于取代 MQ 死神，而是拿它来取代 MQ-1C 灰鹰。莫哈维的飞控系统也是采用比较成熟的部件，因为它完全是从 MQ-1C 灰鹰移植过来的，因此它的制造成本相对比较低。有报道称它的载弹量提升到了1.6吨这个范围。那么这个恐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它的最大功率只有450马力。那么不管它把机翼设计得多好，由于动力不足，要想挂载1.6吨的弹药恐怕是勉为其难。但有报道说它最多可以挂载16枚地火导弹，这样的一个导弹数量是火神的4倍而且它还可以搭载其他的一些侦察设备，包括光电、红外
探测系统以及合成孔径雷达系统等等，能够对地面的移动目标实施侦察、探测、跟踪。另一方面，这款无人机的续航时间比较长，最长可以达到25小时。当然，一旦它搭载了武器系统，这个滞空时间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小。那么从美国的宣传材料来看，莫哈维无人机是一款更先进的无人机呢，还是一款更便宜的无人机？我更倾向于更便宜因为目前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单价已经是几千万一架了，这么高的价格它摔不起，而且呢对操纵人员也构成了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一旦操控不慎，把一架几千万美元的无人机摔掉了，这恐怕是要受到责罚的。那么如果大量的配备相对便宜一点的穆哈维无人机，也能够执行相应的察打一体任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呢，可以说是美军下一阶段比较可行的一个选择，有助于降低它的采购费用，同时呢不丧失相应的察打一体功能。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动向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中国在同类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上，我们做到了性能好、价位低。那么美军现在既然已经开始转向，我们是否也要开发性能更优而价格更低的相应平台呢？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